亲爱的灵魂家人，人生的大部分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喜欢你的人给了你温暖和勇气，你喜欢的人让你学会了爱和支持，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你宽容和尊重。不喜欢你的人让你自省，让你不断的成长。没有人是无缘无故的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的，其实每一个人的出现都是有原因，都是有意义的。无论你遇见谁，他都是你生命中该出现的人，绝非偶然。他的出现呢，一定会教会你一些事情。如果他是一个可能让你感觉到糟糕的人，那么请你呢，让他成为一段经历，而并非是结果、结局，也不需要再多的去回忆。如果他是一个美好的人，那么当下呢，你一定要好好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时光。这些都是人生的关于爱、关于业力的修行。今天我们就借塔罗牌占卜，用更加清晰、有智慧的去面对处理你生活中和某个人的人际关系。你心中的这个人，你该主动还是被动的联系呢？这个人的性格如何？你们适合深交吗？今天的这个占卜呢，可以是男生，也可以是女生，可以是你暗恋的人，也可以是你的领导、老板或者是老师，可以占测任何关系，不仅仅是爱情哦，亲情啦、友情啦，或者是同事、同学之情都可以占卜。只要是在我做占卜解读的时候，站在你自己的立场，稍微转换一下词语就好了。毕竟这是一个大众占卜，不会100%的对应到每个朋友的身上，但冥冥之中一切都自有安排。宇宙之所以让你来观看这个占卜视频，一定是有讯息要传达给你的。心诚则灵，感恩宇宙，随喜点赞，随喜留言。那今天呢，我们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在选择牌组之前，我们要来进行一个静心的冥想小仪式。在这个小仪式之后呢，进行牌卡的选择。首先，亲爱的，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深呼吸，肩膀下沉，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眉心之间，然后大口吸气，大口吐气，心中想着你想预测的那一个人，然后我们开始询问宇宙，在心中默念：亲爱的宇宙，请告诉我，我心中想的这个人，我跟他之间会有怎样的一个情感联系呢？我需要主动吗？他对我的感觉是怎样的呢？我们可以如何加深感情呢？感谢你给我的关于这个人所有的指引，感谢宇宙的安排。询问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张牌卡就是宇宙要给你的讯息了。如果你看见的是2个牌卡之间的话呢，那可能这2组都要聆听哦，其中都有宇宙给到你的讯息。那我这边呢，将以左至右的顺序为大家进行占卜。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每组牌卡的时间，选择好之后点进去就可以聆听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记得点赞，记得留言。如果你希望老师为你做私占的话呢，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也有我的对应联系方式，我可以根据你的情况单独在线下为你做占卜。好，那今天的牌卡你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看到近期你的人缘运势还是蛮不错的，你的情商正在增加，因为自己呢更加的坦诚，更加的直率了，会讲出想讲的话，会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没有任何的包装，没有任何的隐瞒，而且呢会给人一种比较靠谱、比较坦诚的状态，所以正在提升自己的人际关系。
那么身边的人呢，也会觉得你越来越实在了。在同事关系，在自己的团队之中呢，你会直言不讳讲出来自己的一些看法，分享自己的一些智慧，并且你的存在感有增加，你也正在展示自己的专业能力，不会担心自己的意见不被重视啊，是会去举手表决自己真实的一些态度的。那么在朋友关系之间之前呢出现了任何的误会的话呢，关系变得紧张，你都会主动约这个朋友出来，你会给他打电话呀，或者是跟他见面啊，你会开诚布公的去谈谈你们之间是不是有怎样的一个误会你是有怎样的一个感觉跟看法，你很容易去解开误会，化解矛盾。如果说你在恋爱之中的话呢，那么你和自己的伴侣近期也在做很真诚的一些沟通，大家就是开诚布公，有任何事情讲出来，你会好好的听对方的一些话语，对方的一些意见，你也会分享你的一些担心啊，或者是对方有做的让你觉得不满足的地方，你是会跟他直接沟通的。当然他做的好的地方，你也是会给予肯定，给予赞扬的。所以自己在社交上面更多的愿意去分享表达，即使去参加一些聚会活动的时候呢，都愿意主动和陌生人去进行交谈，那讲一讲你自己的一些趣闻啊，或者是旅游的一些事情啊。近期呢，你也正在拓展自己的社交圈，不会担心别人对你的看法是可以真实的增加更多自我的自信，更多自己的吸引力跟魅力的。身边的人跟你接触呢，也会被你影响就是有任何话都直接的讲出来，是很干脆的，没有太多的一些小心机、小聪明，也没有太多的猜忌，这种是非常好的。那么也代表着自己的人际关系呢，正在往好的一个方向进行转型，正在进行一个变革时期。也许有的朋友近期呢，会想要去转到一个公司，转到一个团队里面了。也许有的朋友呢，可能想搬回家和自己的父母居住了，或者是有的朋友呢，要跟其他的朋友合租房子，或者是无论如何，近期呢，你会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你可能也会渐行渐远一些老的朋友。那么不适合你的人呢，是会离开，你也会找到同频率、志同道合的人，所以非常的好近期呢，你的人缘运势很好，你已经度过了人际关系的低潮期，你可以安排一些聚会，安排一些活动，去增加自己的友谊，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有更多的扩张，更多的丰盛，更加的坚固和稳定，这是非常一个好的消息。感情运势、桃花运势、人缘运势正在不断的提升之中，你呢就像是化茧成蝶一样，更加的美丽，更加的帅气，更加的有社交能力。在这么好的一个能量之下呢，我们就来看一下近期你心中想的这一个人，他对你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怎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一个人值得主动吗？我们来接受宇宙给你的讯息，一部分一部分来接收他的讯息。当下呢，你对他的感觉还是有一点不满好像你们两个人并没有在很平等、互相帮助、互相支持的关系下面，大家在语言沟通上面，或者是在精神沟通上面呢，都有一些自我保留的，不会特别的开放，还没有心与心之间的对话，好像彼此呢都没有走到对方的心里面去可能他对你是有一定的隐瞒的，或者是他讲话的时候是说一半留一半，也许有一定的顾忌，所以你很想知道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其实你对这个人呢还是有比较好的一个评价，一半一半。一半呢觉得他很外向，有魅力，勇敢，
那比较热情有活力，而且是会有积极的一些感染力的。这个人呢也比较有趣好玩，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还是很开心很有趣的，而且他也有比较灿烂的笑容，或者是有比较魔性的笑声的，跟他在一起是一个很舒服的状态。但是他到底对你有多喜欢，是哪一种喜欢呢？可能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你会觉得也许跟这个人呢可能是短暂的激情，还没有办法建立很稳固长期的一种关系。他是在寻找稳定的关系吗？而且呢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注重金钱物质，或者是有一定的野心事业心比较强的人。也许他接触的人呢是希望对方条件都很好的，或者是可以给他提供一些价值，提供一些人脉，或者是给他提供一些物质的，会觉得这个人做事是有一定的目的性。另外呢感觉他对你好像没有特别的主动，没给到更多的一些邀约呀、热情啊，好像也没有给到一些承诺，在语言沟通上面还属于比较肤浅的，而且没有给到你太多的一些安全感。有时候呢好像也缺乏了一些关怀，在情感交流上面好像没有太多注重到你的需求。也许他有一点自我这种自私的这种态度哦，而且当下呢你们之间的情感好像并不是非常的顺利。总之呢你是欣赏这个人的魅力的，但是不太确定他心里到底是哪一些想法。希望通过今天的占卜来看一下这个人的性格特质，以及宇宙会给你哪一些启示跟建议。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在感情上面其实他是一个比较专一的人，一旦他认定了自己的爱人之后呢他是可以保持忠诚的，而且他会给予足够的照顾跟保护。他是比较孝顺的，很听爸爸妈妈的话，而且很善于知道父母有怎样的一些情感需求，他会表达自己的同情，表达自己的关怀，那给予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的。如果是他爱的人呢，他也会想要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他就会尽力的配合。那对方想要什么，他也会尽力的配合。其实他是一个比较忠诚的人，对家人对朋友都是很有强烈的责任感的，不会是一个花心的人。另外呢他是一个很有想象力，很有同情心，很善良，很喜欢幻想的人。在感情里面呢可能他有比较敏感的一个部分哦，但是他也经常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世界中，经常发呆，头脑里面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而且他很喜欢一些关于灵性啊，关于灵魂学方面的一些探知。他对艺术呢也是有很强的兴趣的。你在跟他聊天的时候呢，你可以跟他天马行空，什么事情都聊，聊艺术，聊 UFO， 那聊一些灵魂学，他都是很感兴趣。除此之外呢，这个人的想法也是蛮自由的，不会太过于的封建，太过于的传统保守。他的家庭观呢是比较保守的，但是对于社会的游戏规则啊，对于人生的梦想啊，或者是不同的文化，他都是保持着一个开放的态度的。喜欢学习，那喜欢有新的一些 idea， 对于自己不知道的文化呀、不知道的知识事情，都是愿意去探索，都是愿意去保持着好奇之心的。那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面呢，他也会尽可能去寻找到新的一些想法
在一些创造力上面、设计上面呢，他都会愿意去寻找一些新的想法。如果他是从事艺术或者是设计方面的话呢，他就会有很多新的一些 idea。这个人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除此之外呢，他的性格里面也有白羊座的那种外向、活力、勇敢跟积极主动。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精神抖擞的样子，很喜欢挑战，不会退缩，不会害怕，是比较胆大的人。而且呢，他直率坦诚，不怕表达自己的一些意见。对于自己的梦想跟自己的目标呢，他是愿意积极主动的去追求的。另外，你不要看他当下的星座是什么，这个已经不准了，他已经在走自己的上升星座的性格了，所以最好知道他的上升星座是什么，你会更多的了解他。那么最主要的是呢，他有巨蟹座的重视家庭，双鱼座的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天王星追求改变的能量，而且他也有白羊座的活力这样的一个能力，他是可以有很强的适应能力的，他可以在不同的环境之中呢，都灵活的去展现自己，该高调的时候高调，该低调的时候低调。实际上情感上面他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做事上面呢是一个很有动力的人，而且他对你的态度其实他是蛮欣赏你的，他也觉得你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首先他觉得你有一定的自控能力，不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也不是一个特别感情用事的人，你是自律的，你也是有一定的规矩、有一定原则的人，有一定的界限，有懂得边界感，不是一个特别大大咧咧、特别随性懒散的人。而且呢，你做事情呢也是比较谨慎认真的，有土的能量，感觉你是一个比较务实、脚踏实地的人。而且他会觉得你很有学习能力，你也很有技能、才华，你的语言沟通能力也很强，懂一定的社交。同时呢，你也不是一个特别八卦或者是特别散漫的一个人，感觉你也很懂得自我保护，你也很懂得在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张弛是有度的。除此之外呢，他也觉得你是一个很稳重，有一定的领导能力，是一个可以依赖的人，比较靠谱。而且你也很有魅力，是有比较强的行动力、自信、热情，而且也很独立，不会在情感上面依赖他人，也不想占别人的便宜啊，或者是利用他人，而且也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也是可以很好的表现自我，那是可以激励他人，可以给到别人一定的能量的。但是呢，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互动好像并不是很合拍，你对他是没有足够的爱的，或者是你对他缺少一些支持，缺少一些理解，也可能你们两个人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深层次的情感联系之中，或者是你对他并没有太大的一个兴趣。这个人呢，他会觉得你的外在都特别的好，但是在情感表达上面呢，你会有很多的一些顾虑，至少你在他面前没有表现出你软弱的一方啊，或者是你的一些情感需求啊，或者是没有表达出你想要怎样的一个恋人，你想要怎样的一个情感，或者是你需要怎样的一个支持。他会很欣赏你的个人特质、性格魅力，但是在感情方面呢，他会觉得彼此的这种连接有一些困难，让他感觉到有些局促，或者是让他感觉有一些不安。其实当下呢，他在
审判你们两个人能不能继续稳定的走下去。其实当下呢，他也很疑惑你对他是怎样的一个感觉哦。他当下呢想去做一个决定了，首先理智的要去做一些分析，要去做一些考虑，你们两个人能不能建立更多情感上面的深度，两个人是不是可以合拍，或者是互相给到彼此更多的支持、保护跟理解的。因为当下呢，没有看到你情感上面的这种态度，没有感觉到互相递予的这种温暖，所以要么你们有新的一个开始，让感情呢更加的合拍升温，要么呢大家就只是做简单的朋友啊，或者是简单的同事关系。他希望有一个结局，这个结局呢要么就是转变变得更好，要么呢就是顺其自然了。所以他会认真的去反思你们当前的关系状态。首先呢，会勇敢的去看到你们的问题，然后去解决你们的问题，然后让你们的关系有更多的新生，或者是更好的一个蜕变。所以他想要寻求一种很公平平衡的明智的解决方案。如果能聊到一起去的话呢，就找到这个突破口，让你们的关系更美好。如果聊不到一起去的话呢，那就放手哦，让各自更加的美好，在各自想要的世界里面绽放。那当下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真心话。他离开是因为你告诉他离开。可以看到呢，你的决定，你的行动对他是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的。他希望你来做决定，你来掌控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感方向。你希望他跟你在一起，你就主动的去邀约他，他会很高兴的接收。如果你不希望跟他在一起，你离开的话呢，他可能也对你没有任何的一些怨言。所以在这份关系里面，他可能当下不会去做太深的一个承诺，更主要的是尊重你的一些决定，你的想要的这个状态。那之前呢，你可能有伤害到他，但是没有关系，也许在你们某一次的谈话之中，或者是在某一次的相处之中呢，你可能有碰触到他的这种内心的恐惧或者是不安感了，也许你有指责，或者是你有批评哦，让他当下觉得特别的难受。但这个误会呢，他并没有讲出来，他知道可能你是无心的，他也知道可能你不是故意的想要去伤害到他的，就你们之间所有的这种感觉呢，他当下还没有完全的接受，他依然对你们的关系还是抱有希望的，愿意继续去努力修复这段关系，或者是他愿意放下过去的一些矛盾啊，或者是过去的一些伤痛，跟你重修旧好，跟你再续前缘。那跟你呢再一次的可以进入到深层次的情感联系之中，他还是希望往积极的一个方向转变的，不要轻易的放弃这个缘分。他总觉得自己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事情，他对全面了解你们之间，全面了解你的想法，其实有很多的渴望的，但他也知道啊，如果他要跟你在一起，他是会要做一定的妥协的，他可能会失去自己重视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他的自由，他的独立性，或者是他的某一种习惯。无论如何呢，他知道为了你，他必须要去做一定的改变。他会比较
不安或者是焦虑，他其实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想到你们的未来。对于你们两个人的未来呢，其实也有蛮多的疑惑跟不确定性的。你们两个人能走多久，能建立稳定的关系吗？其实他也有很多的一些问号。当下呢，你们对彼此可能都没有特别清晰的一个判断，要么你们认识的时间非常的短，要么呢就是还没有给予足够的互相的这种信任。而且你们之间呢还有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事情在阻碍，也可能他觉得你有其他的选择，他会觉得在你们的关系里面呢，你可能是有其他的需求，或者是对他并不是很上心，你并没有觉得他是你的唯一，他是你非常重要的选择，你也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选择，所以他不会觉得特别的安心。特别的有意思哦。还有宇宙呢告诉你，当下的这个人是值得信任的吗？实际上呢，你们两个人成为朋友哦，就是完全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合拍的。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或者是合作者，只要不牵扯利益的话。但如果牵扯到利益的话呢，可能就会有一些不诚实的动作，可能就会有一些隐瞒或者是欺骗了。这个人呢，他其实还是属于一个行动派，做事呢是比较果断而迅速的，但有时候呢，因为他太过于的直率或者是冲动了，就不会考虑的特别的周全。所以在社交或者是友情方面，他会比较可靠，比较忠诚。但是呢，在涉及到一些秘密啊，或者是策略啊，或者是某些决定的话呢，他可能会隐瞒一些信息，可能会有一些不太诚实的行动。那当下呢，就需要你自己去判断了，看一下你跟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关系。那在你们的关系里面，你需要去主动吗？其实宇宙给你的指引哦，就是当下不需要去做太多的一些主动，因为他可能需要更多的休息，更多的一些放松。目前呢，他的情绪并不是很自在，他可能有一定的焦虑，也可能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也许来自于他自己的生活或者他的事业。无论如何呢，他需要寻求到自己内心的一种平静平和，给他一定的时间，让他去思考，让他去放轻松。当下呢，你会更多的把专注度放在自己的身上是比较好的，但是未来呢，可能会你们之间有更多的一些联络，未来你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互动。可能当他调整好自己的心境之后呢，他会更加积极主动的去跟你联络，他可能会有更好的一个态度，让你们的关系进展得更加的顺利哦。所以对于当下的他，表现出更多的理解，表现出更多的耐心是好的。那么有时候以不变应万变，对于你来说是好的，更多的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享受你的生活。你越开心，你越丰盛，那么最后呢，他来到你身边主动邀约你的机会就会越多。而如果他本来就是你恋人的话呢，当下你给予他更多的鼓励跟支持是好的，这有帮助你们建立更加稳固的一些基础关系。在你们的人际关系交往上面呢，当下呢，彼此给予一些舒适度，也增加自我的自信。千万不要急于求成，当下呢，你不要过于的主动就好了。那我们可以邀约他一起吃个饭啊，或者是邀约他去参加一些音乐会啊，去
参加活动玩乐，开心起来，去谈一些轻松的、无关紧要的一些话语，当然也给到他心灵一些正面的、幸运的一些话语呢，也是可以帮助到他解开这种精神紧张感跟压力的。目前呢，给彼此带来更多的一些正能量，带来更多的一些积极的互动，有帮助到你们更加的快乐，更快的呢调整到一个正向的互动模式里面。跟这个人呢，从一起玩乐的朋友玩伴开始去发展关系是最好的哟。好，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受宇宙当下给你的讯息。那么其实近期呢，你自己的状态是在一种自我疗愈、提升自己身心灵健康的阶段。你会把时间精力放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更多的给予自己积极的爱，更多的一些正念，更多的一些美好的能量，也逐渐的走出一些情感的伤痛，重建内心的平静和坚强。目前呢，你是越来越感觉得到温暖、舒适感了，不再把自己陷在过去的一些浮躁的情绪里面，更多的是希望在一种和平、亲切、舒服的状态，而且身边呢总是有人支持着你的，可能来自于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同事、同学。当你需要别人帮助你，回你一些指导，或者是给你一些肩膀依靠的话呢，你都是可以找到这样的人的，因为他们都在身边等着给予你足够的关爱，这是非常的好哦，代表着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你是获得足够的满足的。当然你也会学会接受自己的优点、自己的缺点，不会过多的责怪自己，给予自己更多的一些善意，更多的温暖。近期呢，你也会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养成好的饮食习惯，给予自己一定的运动，还有充足的睡眠。你也会去做一些放松的、自在的事情，比如说阅读啦、绘画啦、散步啦，或者是听音乐啊，做自己喜欢的事，帮助自己释放一些压力，提升自己的情绪和心理健康。看到呢，身心灵即将越来越美好，生活也更加的丰富了。而且在人际关系上面你没有太多的一些强求啊、控制的一些想法跟状态，更多的是在一种顺其自然、顺流而下，互相的理解、宽容跟滋养。当下呢，你会有更多的空间来思考你跟朋友之间的互动，怎么样做可以让你跟身边的人呢关系更加的亲密，更加的舒适，而且你也没有特别想要去寻找怎样的人才能给到你幸福。如果遇到志同道合的人、三观相合的人呢，那我们就好好的相处。如果没有遇到也没有关系，你身边是有想保护你的人，而且你自己呢也可以给到自己足够的幸福感的。这种陪伴呢更多来自于你自己给自己的陪伴，你不需要去人际关系外在寻找自我的幸福能量，这是比较好的。那么也代表着你自己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诚实，也更懂得尊重了。人际关系中呢，没有太多的冲突或者是挑战，一切呢都在往好的能量、好的状态去转变，所以人缘运势、情感关系都越来越舒适，越来越自在了。那在这种好的能量之下，你心中的这个人，你们之间又会有怎样的一些指引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对他的想法。你心中的这个人呢，你觉得你们之间的沟通可能在当下出现了一些麻烦，也许他讲的你不太明白，你讲的话呢，他也并不是非常的认可，两个人可能出现了一些难以磨合，
或者是三观不合的情况，出现了沟通上面的障碍或者是困难。这种障碍困难呢，也许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也许是其他的事情造成的。无论如何呢，当下他也没有给你很清晰明确的一些指引想法，你会有一定的困惑，没有办法理清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情感，也有可能他现在一种思维混乱的情况，也难以做出一些很明智的决定。当下呢，你希望可以更多的有深层次、清晰的、直接的一些沟通，大家呢都表明自己的态度跟想法，就不会有太多的猜忌，就不会有太多的一些误会了。你希望大家可以更多清晰的去做一个表达，而且当下你们之间的一些障碍确实影响了你们关系的进展，你们关系的成长。两个人呢，还是有很多需要去商谈磨合的地方，希望你们可以有更多的共同价值观、信仰的磨合。当然你知道这是一个不太容易的过程呢，是需要两个人彼此做一定的努力的。所以你想看清楚他到底在想什么，你怎么样去用力可以让你们克服当下这种沟通不顺畅的情况呢？那今天呢，就来给你做一定的指引。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性格，然后他对你的想法。好，一部分一部分来为你做占卜。首先呢，他的性格里面是有水瓶座，他确实有很多新奇的想法，那是很聪明，而且也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的，追求新的灵感、新的理念，想法上面是非常自由的。但是呢，他常让别人觉得难以捉摸，很难知道他真正的标准是什么。可能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要打动他，跟他建立非常亲密的关系，并不是非常容易哦。更不要说让他动情了，而且他是一个跟着感觉走的人，所以想跟上他的步伐是非常难的。再加上呢，他也很注重自己的隐私，有比较强的个人主义，害怕情感束缚，害怕人际关系的尴尬，也害怕出现麻烦的人际关系。很多时候呢，他也比较害怕那种刻意的感情，其实他给出的态度还是非常直接的，但是因为他注重隐私，他也是随风摆动的，所以真正想要知道他当下此刻或者是他的计划呢，是并不很容易。要么呢他就很难表现出来，不愿意讲出来，要么呢就是他可能自己都没有非常的清晰，但是他又有金牛座的稳定性，他不愿意听到别人讲随便吧，他其实希望更加的有目的性，更加的有目标性。那这个性格呢，就有一点纠结了。他讨厌别人说随便模棱两可的样子，他更喜欢肯定句。因为他是一个务实主义者，他喜欢舒适和安定的生活，他很在乎稳定。如果在跟他沟通上面，他没有听到对方一些明确的答案的话呢，他就会觉得是一些敷衍的回答，可能是一个没有经过大脑思考的一种很随便的态度，这是他不喜欢的。比如说他问你今天我们吃什么，那你说随便的话呢，他可能就觉得你太敷衍了，你对他没有上心。但是你对他说我们去吃西餐吧，他可能就知道哦，那今天我们要去安排哪里的餐厅，那大概什么时间去最好，可能不堵车，或者是那一个时间段呢，餐厅就不用去定位，没有那么多人，他可能就会有一定的计划。所以如果你们两个人接触上面呢，你更加的主动，或者是给他更多明确的信息的话，也许他会更好的计划一些。另外呢，他其实很需要
别人给他更多的认同感的，这样他才可以找到安全。如果你想要跟他真心做朋友的话，那么你就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去陪伴他，去跟他相处，去懂他，然后陪他疯，陪他闹，陪他开一些无厘头的玩笑，这样他就会给到足够的安全感，不要只是3分钟热度。所以想获得他的信任的话，是需要长时间的陪伴的。再加上他本来又是一个很有个性的性格，又有自己非常固执的一面，所以只有时间才可以证明他可以信任你，他觉得你是靠谱的。即使最刚开始你们的情感是干柴烈火，或者是大家聊得非常的投机，他都不会轻易的去信任你，一定是花长时间，他都会对你有一定的质疑。那真正的在你身上找到安全感呢，一定是可以长时间陪伴，但是要成为长时间陪伴他的人也不太容易，因为他又有水瓶座创新的这种想法，有很多新鲜的 idea， 而且想法呢是天马行空，非常自由的。再加上他又有双子座的好奇心，对于很多不同的事物都是非常感兴趣，喜欢学习，喜欢探索新的一些知识。所以你们在接触的过程里面，你经常给他一些新的 idea， 或者哪怕是生活里面告诉他一些他没去过的餐厅，或者是他没有去体验过的一些兴趣爱好运动，带他去有更多新鲜感的环境，或者是给他一些新鲜感的故事，或者是文化，这些呢持久让他觉得你好妙哦，你懂好多东西哦，总是给他一些新的思想。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就会越来越迷恋你。如果你们2个人的接触总是在讲相同的话题，去到相同的地方的话呢，他可能就会觉得无聊，对你的兴趣呢就会越来越少。所以你只要给他很多新奇的想法呀、概念啊，或者是有趣味的事情呢，他就会想要一直去对你有探究，就会觉得你非常的聪明，对他有很强的吸引力。另外呢，他也有火星自信的能量，这个人呢是有比较强的行动能力的，很多时候呢他都会勇敢的去面对所有的挑战，做事情上面还是有比较果断机智的一个性格特征的，面对自己喜欢的事情会积极的争取，只要自己有确定的目标之后。所以当下呢，他还没有确定你们是否可以建立很稳定的关系，他在心里面是有打一个问号的。其实他对你的好感还是比较多的，还是有很多欣赏你的地方，比如说他会觉得你有五角星骑士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是一个很稳定、很勤奋，而且务实、实事求是的人，没有太多的幻想，也不会夸夸其谈，做事情呢是尽心尽力的，而且也会有自己很坚强、爱学习的这些部分，感觉你是有一定的匠人精神，感觉你是一个潜力股，未来呢可以获得必要的成就，可以做出一定成绩的人。是一个比较踏实可靠的性格，但是呢，他又觉得你们之间的沟通方式，或者是你们之间的这种交流，让他觉得没有太多的一些变化，好像你们的感情就是停在原地，没有太多的一些提升。他其实觉得你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你应该是很有头脑、很有思想，然后学习能力也比较高的人，有清晰的一个判断。在感情里面呢，你应该是理智的，而不是那种情绪化或者是凭感觉做事情的人。这一点呢，他会觉得比较信任，而且你也有比较高的自我价值感，可以理解他的一些感受。但是在你们互相的交谈上面，他不知道你的需求，
你的要求是什么？他没有感受到太多的这种情绪化或者是感觉，是你这个人的性格魅力是蛮有的，而且也有自己的才华，但是在感情爱情上面的沟通呢是非常缺乏的，好像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感联系并不是很多，没有太多深层次情感上面的交流，还是在一个肤浅的关系之下。所以未来你们能否建立很稳定的关系，它是缺少一些信心的。虽然对当下你们之间的这种情感建立它有一定的不满足感，他会觉得好像就是按了一个暂停键，原地不动，但他还是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空间来互相的认识，互相的了解，做更多的好好的沟通。他还是希望呢，你们之间的思想是可以磨合的，有更多的交流，可以达成三观一致。他还是希望呢，你们的关系可以重生，或者是改变，或者是从过去解脱出来，更加的积极，进入到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一个阶段。虽然你们当下都有彼此的这种困惑不确定性但是他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有新的开始，更加互相的信任互相的积极互相的主动有更多思想深层次的交流还是对你有蛮多的一些渴望的。那我们具体就来看一下他内心真实的一些想法。其实当下他还是很关注你的，他对你的情感呢还是比较深的，还是蛮喜欢你，蛮有好感的，蛮想跟你建立更进一步的关系的。但是呢，他又非常的担心你们会有很多的沮丧、困惑，也觉得你们之间呢其实有蛮多的一些障碍的。这种障碍呢，也许是有其他人、有其他事情牵扯在你们之间。如果你们是同事的话呢，也可能是项目或者是工作牵扯在你们之间，让你们没有办法很顺畅的去建立情感关系。或者是如果是你们一个团队的话呢，也可能会有其他团队的人不希望你们有太多紧密的关系了。总之呢，是有其他的事情耽搁在你们之间的，这会让他觉得也许并不会很好的顺理成章的可以提升你们情感的这种亲密度，或者是更加紧密的关系。但是他希望你去做选择，聆听你的心，他愿意倾听你的想法、你的感受，他也很重视你的意见和你的选择，他愿意去做出让步，愿意去做出妥协，只要可以解决你们关系中的问题冲突的话呢，他都是愿意去做改变的。其实还是抱有期待，希望你可以做出对你们之间关系有利的一些选择，代表着他更多是想看你的行动，更多想知道你要什么。他可能会稍微的被动一些，但是只要你给他一个明确的目标、明确的想法，他是会去尊重并且去计划的。是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当下呢，他也希望你可以更多的关注他，或者是把他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面，这就是他真心的一些想法。其实这个人呢，他当下是被困在自己局限的一些想法里面，可能在他的固执
可能在他的这种被动的状态啊，可能在感情技巧中他也不会特别的成熟，他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可能感觉上面，没有看到别人的行动，没有看到别人的需求，所以他也会缺乏一些告白的勇气。当下他是有一点逃避现实的，不太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或者是目前的挑战，他也没有看到你们之间关系的一些真相，停止自我成长，有一些很混乱的想法，现在自己的情绪里面是比较纠结的，还没有很多的一些突破，也没有太多开放的一种心态，有一点狭隘，有一点小气，但实际上这个人呢还是值得信任的，可以给到他一些明确的讯息，这个就是你需要做的。你希望这份感情建立哪一个方向的话呢，他是愿意去配合，愿意去追随的。但是呢，想让他爱你，或者是投放更多的心思在你的身上，是需要物质和精神世界都去给到他一些追求的，都去要给到他足够的力量能量的。比如说在物质金钱上面给到他一些小的礼物啦，给到他一些惊喜啦，这些呢可能让他非常的开心。接下来也要在精神上面可能给到他，比如说一起去大自然中走一走，一起去散步，或者是共同参与到一些栽培的活动，种植植物啦，或者是装饰他的生活空间啦，去购买一些好的家居花瓶啦、油画啦，这些送给他其实都还是比较好的，让他看到你是一个有生活质量的人，而且呢，你的精神世界是比较富足的。你也可以送他你栽培的鲜花，无论这个人是你的领导，还是说老板，还是说你喜欢的人呢，其实让他看到你的优质，也让他看到你对他是大方慷慨的，需要一些物质来表达你的真心，也需要一些很接地气的生活方式，或者是和植物、鲜花、大自然接近的一些方式，让他看到呢，你是一个没有太多欲望，没有太多这种物质需求的人，你是一个不断修行追求精神世界幸福的人，让他会去看到你身上这些美好的一面哦，就会更多的吸引他，就可能会让他更加的去信任你，在物质精神上面都要有好的一个追求计划。在准备好这个计划之后呢，再去主动的邀约他。当下你不需要去做主动的一个动作，当下呢不是在一个好的时机，你需要他更多的去理一理他自己的情绪，让他更加的理智清晰之后，也需要一段的时间，让他真正的观察到你，了解到你大概是怎样的一个人之后，好的时机点你就可以去送礼物，或者是做一些邀请了，给他做一顿丰盛的晚餐啊，或者是邀请他在家里面来看一下你会烹饪啊，会好好的照顾自己啦，会接地气的生活啦，这些呢都是会很积极的表现。那么什么时候是最佳的一个时机呢？代表着在一种很平衡和谐的能量之下，也就是说不要过于急躁的冲动的去行动，需要从长计议。当你准备好如何俘获他的心，有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样的一个规划之后，你就可以去邀请他了，好吗？这需要一个时间的，也可能在看到这个视频的1-2个星期之后，或者是1个月之后，
再去邀约他，这主要是看当下你跟他是怎样的一个关系，你想跟他有怎样的一个进度了。但是宇宙呢告诉你千万不要着急，这个人呢要跟他建立深情感的话是需要时间的，而且也是需要看到你的真心实意的，好吗？除了看到你的人品之外，还要看到你的慷慨。好，亲爱的，希望今天的占卜呢有给到你足够的价值讯息哦。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当下宇宙给你的讯息。那么近期的你呢，抽取到的牌卡是 Make a Move， 可以看到你近期的心态是特别的积极、健康和开放。你正在处于一个想要去行动的时刻。那么在生活里面呢，你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去新的地方，去见自己没见过的人，去参加一些不同的活动，愿意呢有更多的移动、流动这样的一个能量。而且不会过于的沉闷或者是无趣，会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充实，也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呢有更多的丰盛，更加的改善。好多老朋友没有再联系的，最近呢你会断断续续的跟他们联系，也会做一定的邀约。那认识一些新朋友呢，愿意主动的打招呼，愿意主动的去邀约别人，并且在人际关系里面会更多开诚布公的去直接沟通你的感觉、你的想法。最近呢，你是很勇敢的去做行动的，让自己的人际关系情感关系正在脚踏实地的变化，并且更多的一些进步。在这种比较好的能量之下呢，也看到近期你是可以显化自己的梦想，可以运用宇宙吸引力法则去吸引更多丰盛的人际关系。也可以看到呢，你最近呢是会有更多给自己的人际关系带来阳光、光明、温暖、亲切感，也会认识到不同类型的动物、不同类型的人类。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宇宙告诉你在晚上睡觉之前可以进行祷告你的守护天使、指导灵，希望他们派怎样的人到你的身边，你希望遇到哪一些志同道合的人呢？所以近期在人际关系里面呢，会有更多的美好的显现。那自己呢，身心灵更加的健康，生活更多的美满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你心中的这个人对你又是怎样的一个态度、想法，你们是怎样的一个缘分，会有怎样的发展呢？一部分一部分的来为你做占卜。近期的人缘运势是蛮不错的，那么你对于这个人的态度呢，也算是比较正面的。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可能很有力量的人，像狮子一样外向、勇敢、内心强大、有魅力，多多少少呢也会给你一些影响力哦。而且这个人呢有冒险精神，不满足于循规蹈矩，有时候呢是会很热情，会很活泼，或者是比较自由、大气，喜欢追求一些非传统的道路，不是一个特别思想保守或者是封建的人。而且这个人呢，对于很多事物都充满着好奇心，也喜欢挑战一些常规，没有很多的一些界限或者是原则。可能他并不是很容易跟别人建立深入的情感关系大多数时候他的社交能力是比较强的，但是你不知道他真正信任的人，或者是他的界限是什么。你想跟他建立更多信任、互相支持、理解的人际关系，那多多少少呢，是希望这份情感在你可控的范围之内，所以想对他有更多的一些认知。
那当然，这个人呢，他可能和你有不一样的节奏，他有时候呢也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你对他并不是很摸得透，不知道他到底有怎样的一些边界感、原则，不知道他属于怎样的人，不知道未来呢，你们两个人可以情投意合吗？或者是两个人可以发展成很长期稳定的关系吗？可不可以很好的合作呢？所以你还是有一定的困惑的，不太确定，拿不准。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塔罗牌来仔细的看一下。那目前呢，你还是希望可以跟他有慢慢的一些发展，你也不会特别的急躁。慢慢的看一下两个人能不能合拍，两个人呢能不能建立好的关系，你们之间当下呢可能也有一些人，或者是也有一些事情在阻碍着你们情感的发展。也许这个阻碍来自于工作，也许这个阻碍呢来自于同事，也许这个阻碍呢来自于其他的可能挑战者。你希望你们一起可以克服你们之间所有的挑战，然后让感情呢有比较好的一个结果。就目前来讲，你对他是单相思吗？你对他是一厢情愿吗？对方有在努力跟你一起克服感情中的困难吗？你们两个人能齐心协力吗？你还是有很多的疑惑的。好，那我们现在就首先来看一下他对你的态度以及他的性格。首先，他是一个有木星土能量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是有开放的心态的，他渴望不断的去学习，是喜欢呢自己不断的成长，对于新事物呢充满着好奇心，愿意接受各种挑战，并且也愿意去创造各种各样的一些机会。心态是很好的。另外呢，他也是一个有特立独行想法的人，喜欢寻找到一些新的解决方案，新的一些创意啊，新的一些 idea。所以你跟他在接触的时候呢，你尽可能的展现你的独特，你不是一个随波逐流，而是一个敢与众不同的人。你有很多他没有意识到的想法，你去了一些他没去过的地方，你跟他分享的不同的一些故事，会让他耳目一新，会让他看到你是一个见过世面，那格局很大的人。你告诉他一些新的文化啊，新的一些想法啊，从不同的角度去告诉他。那很多时候呢，你不用去完全认可他的想法，你可以给他一些新的建议，他反而对你有更多的一些兴趣。另外呢，这个人也是公平公正的，实际上呢，他喜欢人际关系的平衡和谐，他讨厌争吵啊，思想对立啊，或者是矛盾啊，讨厌一些不公正的事。那代表着在感情里面，其实他也是很仗义的，一旦他认准的朋友啊，他都是愿意给予足够的支持，足够的帮助的。所以如果你们是同事关系，或者是领导跟下属关系的话呢，其实获得这个人的信任跟看重对于你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你需求帮助的时候，他都会伸出自己的援手。因为很多时候呢，他都会客观的去做一些判断，很多时候呢，他都不愿意带偏见带感情的去处理一些问题，所以跟他加紧这种合作关系是比较好的。再加上呢，他也有巨蟹座的培育这样的一个性格特质，对于自己信得过的人，对于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或者是紧密的合作者，他会给予足够的关爱，提供足够的支持跟帮助的。而且他也非常的孝顺，会很重视友谊，会很仗义，是有足够爱的能量的。那他也愿意慢慢的去激发别人的潜能，那培养别人的一些价值，提供自己足够的一些智慧。这个人并不是急性子，他是一个慢性子，他还有金牛座的土能量。我们看到他的性格里面呢，没有太多这种火的能量。实际上呢，
是一个喜欢循序渐进，是喜欢用时间去考验、做证明的人。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个很脚踏实地、很讲务实、注重实际问题的人，也希望自己可以建立一个稳定舒适的生活朋友圈，很重视物质财富的稳定性，所以他很努力工作，实现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会是在金钱方面还比较大方慷慨的，然后他也喜欢用金钱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显现自己的成就。也就是说，他的银行储蓄数字越来越多的话呢，他就会越来越安心，越来越满足。如果他做的事情呢，如果他的工资不高，或者是做的这个事情没有收获到他期待的这种价值的话，金钱收获的话呢，他就会有失落感。收入越来越多，代表他的能力越来越强，当然他也很享受生活的质量啦，对于人际关系也很注重质量，不会注重数量，但是他会不断的去扩展自己的人脉，因为这些人脉呢是可以给他搭建更多的价值的，所以在他心中，哪些人是值得信任的，哪些人只是人脉关系，他其实分的也是比较清楚的。而他当下呢，对你的印象其实是很好，他很想跟你建立很亲密紧密的关系，甚至像家人那样最好。如果你们是同事的话呢，他是想跟你建立这种互惠互利，共同创造价值，共同去实现目标这样的一个关系。希望未来你们可以共同的创业啊，希望你们可以有紧密的合作。如果说他跟你是情侣关系的话呢，那么他希望跟你建立承诺，可以建立一个很稳定、专一、忠诚的家庭关系，这是他觉得很好的，因为他觉得未来呢是可以跟你一起去计划，共同去创造的。如果这个人你们当下呢还仅仅是朋友关系，他希望你们不但是朋友，可以成为知己，甚至可以成为家人，未来共同互相的支持，互相的扶持，可以走一辈子。那么如果这个人只是你的暗恋者的话呢，你喜欢他，但你还没有表白的话，其实他觉得你这个人是比较可靠的，他觉得你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也许你们可以建立持久的朋友关系，或许他对你也是很喜欢的。就目前来看呢，他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建立长期关系的人，你身上的一些特质吸引着他。他不想只是跟你有短暂的一些激情暧昧，有一些缠绵啊，或者是感情上面的互相控制啊、霸占啊，这是他不要的。当下呢，他是想建立很专一的感情了，而他对你的印象其实很好，他觉得你们是可以建立合拍的。就目前他会觉得你们不是一个三观相合，大家想法上面还有一些可能不同的地方。当然没有人呢是可以人生观啊、婚姻观啊、爱情观都相同的，但他觉得你们是可以磨合的，而且你们两个人的行动力呢是比较匹配的，要么就是互补，要么有时候呢你们会想到相同那里去。但是他也知道哦，如果要跟你建立很紧密的关系，一定是有一些困难，不容易，有很大的压力的。但当下呢，他对你有信心，如果你告诉他你想要跟他在一起，他是可以去积极主动的跟你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他希望给予你更多的支持，给予你更多的理解，他也愿意去倾听你的需求，
他其实也愿意更多的鼓励你，或者是分享他的情感，分享他的经验。他想让你知道你并不孤单，有他愿意是陪伴在你身边的。其实他也想展现更多的积极主动性，当然也必须在你愿意接收的情况之下。如果你给他机会的话呢，其实他会好好的去表现他对你的认可，会希望跟你建立那一种互相支持、理解、互相鼓励、互相成就、互相帮助的关系，愿意更多积极乐观的去提升你们两个人情感的深度。那继续我们来看一下哦，他的想法呢是很好的，那他会做这些动作吗？对你的态度还是蛮认可的。希望你们有更多诚实的沟通，希望你们有更多精神上面的连接。他也想要理智的去做分析判断这份情感的走向。虽然他知道你是一个很性感很有魅力的人，虽然有时候呢你也会给他一些身体上面的反应哦，那这一点呢也代表着你对他多多少少有一些影响力。他其实对你当下还是比较真诚的，因为他想到什么他就会说什么，没有太多的隐瞒，没有太多的一些包装。有时候呢他可能会从第三方知道你的一些状况，比如说从别人的嘴巴里面啊，或者是从你的社交媒体、你的 Facebook 上面看到你的状况啦。有时候呢他不会直接的去问你的需求，而可能你也没有就是你们两个人没有非常坦诚的去讲很多自己的一些事情，也许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也许还没有到那个时刻，所以多多少少呢还需要别的一些媒介可能了解到你当下呢，他是需要更多的一些平衡感，更多的一些时间的。他不知道如何去处理你们之间的关系，他可能也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当下你对他是没有太多的信任，多多少少有一些防备，他也不知道如何去突破你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去做，可能还是要你给他一些引导。他只知道不想要有任何复杂混乱的放纵的感情，当下呢他是想要很专一从一而终的情感了，他是要一个好的缘分，但是你们俩能否建立这个好的缘分呢，他还没有很清晰的判断，所以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沉淀的。而且当下你们两个人的这种交往相处模式哦，还是给到他一定的压力，给到他一定的精神紧张感，感觉你并不是很认同他的一些做法，或者是并没有很尊重崇拜他，打心底里面呢没有感受到你给他的一些积极信心。如果当下他去积极追求你，或者是积极表现对你的认可的话呢，可能会比较难哦，因为他还是要去做一定的审判，不会轻易的就做奉献。宇宙呢在当下给你的讯息就是你也不需要花太多的心思在他身上，更多的把专注度放在自己的身上。其实近期呢身边会出现很多的缘分的，这些缘分你都可以好好的挑一挑，并不是每一个人对你有兴趣的都是适合你的。而最主要的这种幸福呢，不是别人给到你的，是自己给到你自己的。首先你先快快乐乐的享受你的生活，让自己更多的丰富，让自己更多的充实，之后
他过一段时间可能会做一些行动。如果他大胆的追求你，他给予你很真心的表达，那你可以给他机会，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沟通，更多的一些面对面，或者是有更多的情感连接吧。但是不要轻易的让他追求到你，你也不要轻易的去表达你的忠诚度，即使他是老板，他给到你项目，或者是给到你一些赞可，你都不要很快的让他知道你对他是完全追随的，好吗？你也要让他看到当下你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你是有比较好的条件的。所以千万不要急躁，跟他相处的这过程里面让他多做一些动作跟行动，让他对你是得来不易。他花的心思越多，他给出去的奉献越多，那么他最后就会越珍惜。如果太快的就看到你被征服了，或者是太快的就让你沦陷了的话呢，那么最后他也不会很珍惜的。所以目前呢，你首先先好好的展示你自己，展示你是一个喜欢运动，你是一个喜欢挑战，喜欢学习，喜欢不断培养自己兴趣爱好的人。你可以去接触一些摄影啦、烹饪啦、艺术啦、音乐啦，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你也可以去旅行，长途的短途的都可以，去博物馆啦，或者是去不同的城市啦，或者是去不同的国家旅行啊，体验不同的文化饮食或者是景观。那这些呢都会让你自我有很多丰盛幸福的能量跟能力。在这种状态之下呢，他肯定会看到的，因为他会借助媒体平台，或者是通过别人那边看到你的一些境况，看到你是一个很满足生活，很懂得生活享受，有一定生活品质的人，并且呢，你也会在不断的追求个人的成长跟发展。在这种优秀的人面前，他肯定会去做真正的一些行动，去争取你的爱，去争取你的跟随的。所以你玩得越开心越丰富，那么你心中想的这个人呢，他越觉得你优秀，他越想要靠近你，追求你。那么让他在追求你的这一段时间呢，花足够的心思，足够的力气吧。他追求你的时间越长，越代表他的真心。如果他只是在那边光想不做的话呢，你完全就可以不 care 他。如果他只追求你一段时间，就发现你很难追的话，那他也不够真爱，也不够真心。只要他追求的时间越长，他越上头，那么他最后就会越真爱你，好吗？亲爱的，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哟。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希望今天这个视频给你足够的价值。那我们下一期再见吧，拜拜。